大家好，欢迎来到 DV 分享，我是Alden。今天和大家分享 X-Ray Code 的新特性 Reality 的安装配置和使用。因为目前这个新特性还在开发测试阶段， Reality 的功能还没有正式 release 发布到 X-Ray Code， 包括各平台图形化客户端也是没有很好的支持，所以今天只是和大家简单介绍和演示一下它的配置方法。还没有订阅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希望大家订阅一下频道，谢谢你们的支持。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在开始之前，你需要准备好一台云服务器。首先我们打开 ATRS 的 GitHub 首页，然后点开 Reality 这个仓库。仓库的首页已经列出了服务端的配置模板以及客户端的配置模板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间这段文字介绍。如果你使用了 Reality 来取代 TLS 的话，就可以消除服务端的 TLS 指纹特征，它的安全性是超越常规的 TLS 的，而且你可以指向别人的网站。所以说，如果我们使用了 Reality 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自己购买域名以及配置这个 TLS 服务端了，就比较方便一点。接下来看一下它下面的这个目标网站的最低标准。首先，这个网站必须是一个国外的网站，而且支持这个 TLS 1.3 以及 HTTP 2。我们怎样去区分这个网站是不是支持 TLS 1.3 以及 HTTP 2呢？我就以我自己的博客为例，打开网站之后，我们右击点开检查，也就是这个开发者工具，然后点开网络，刷新一下网站。我们在这个子菜单的位置，我们右击勾选这个协议，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请求是使用了哪一种协议来进行连接的。如果这里显示了 H2 的话，就代表这个网站是支持 HTTP 2的。接下来我们点击 Security 安全这一块，我们再刷新一下，点开左边菜单栏的域名，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网站是使用了哪一种协议来进行连接的。如果这里显示了 TLS 1.3 的话，就代表这个网站是支持 TLS 1.3 的。然后下面这里也列出了这个证书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证书支持哪一些域名。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简单的检查这个目标网站是否支持HTTP 2以及 TLS 1.3。还有一种方法的话，我们可以打开一些第三方检查网站，类似于 SSL Lab 这个网站。然后点开这个 Test Service， 我们可以把这个域名输入进去，等待一段时间的话，就会返回一个测试结果。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器是支持个 TLS 1.3 的，然后往下面看，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网站是支持这个 HTTP 2的。我们可以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方式来获取这个网站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后面提到这个加分项这里，这个HTTP Depend 这里也是支持的，也可以用这个网站去检查这个目标网站是不是支持这些参数。接下来看一下加分项这里 IP 相近，意思是如果你的服务器 IP 和目标网站的 IP 网段相近，或是同一个国家地区的，就会看起来更像是目标网站的真实 IP 一样。还有就是这样的话，我服务器访问你这个目标网站的话，就延迟比较低。然后下面这个 Server Hello 后的握手消息一起加密，其实TLS 1.3 的话就是加密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OSCP Stateless，我们刚才也通过这个网站能检测出来是否是支持这个参数的。配置加分项这里它列出了净回国流量、TCP 的80端口以及 UTP 的443端口都转发到 TCP 的443端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服务端的配置文件。协议这里使用的是 Vlex 协议。然后客户端的分流协议这里你可以使用 STL Vision 或是流空，但是如果你服务端启用了 STL Vision 的话，你客户端同样需要启用。接下来看一下 Join Setting，网络底层传输协议这里你可以填 TCP 或是 H2，
但是如果你使用 HTTP2 的话，上面的分流协议需要流通，因为 ATL Vision 的话是不支持 HTTP2 的。然后 Security 这里使用了 Reality 来替换 TLS， 接下来就是 Reality 的一个配置项了。然后 Show 的话就是一个调试开关，然后 DST 的话这里一般就是填目标网站的域名或者是 IP， 然后 SVersion 的话就是用于获取客户端的这个真实 IP 用的。Server 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填这个目标网站支持的这个域名，我们可以在这个刚才这个调试界面这里证书信息这里的 SAN 这里能获取到相关的证书支持的域名信息。它这里是不支持这个通配服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私钥，它这里也说明了通过这个指令去生成就可以了。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最大客户端以及最小的这个客户端版本，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时间差。下面有个 Source IDs， 这里就是指定这个区分这个客户端用的。它这里规则就是0到 F， 长度是2的倍数，也就是你可以填2位、4位、6位这样子。如果你加上这个空的话，就代表客户端是可以不传这个 Source ID 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客户端的这个配置文件。客户端的话，协议同样使用是 VLAX 协议，这里也是需要配置这个客户端的一个信息。这里是这个服务端的 IP 以及端口号、用户信息。这里分流模块的话，同样跟服务端要保持一致。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Stream Settings， 这里网络的话，你跟服务端保持一致，这些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这里有个fingerprint， 也就是指定这个指纹。Server 内的话，你这里就是取这个服务端的 Server List 这个列表的其中一个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有个公钥，同样是通过这个命令生成的，通过这个H-Ray 提供的这个工具生成的。然后还指定一个 Source ID， 这里有个 BiderX 的话就是一个爬虫的一个路径。我不知道这个详细的规则是怎样，这里可以填这个从根目录开始爬。配置文件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部署服务端。首先打开 X-Ray Code 的仓库，目前最新版本的 X-Ray Code 是 1.7.5， 这个版本是不支持 Reality 的，所以不能下载这个版本。我们现在有2种方式使用支持 Reality 的 X-Ray Code。第一种的话，我们可以下载 X-Ray Code 的源代码，然后通过命令手动自己去构建。然后第二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 GitHub Action 这里的持续集成页面，我们可以下载编译好的这个开发版本，点开 Build and Release， 这里我们可以下载最新这个命分支的这个构建，点开，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载对应我们自己服务器架构的这个安装包了。大家注意，你要下载之前必须要先登录 GitHub， 不然的话是没办法下载的。我先下载一下，把苹果电脑的安装包也下载一下。下载完成之后，你就可以通过一些 FTP 工具把这个安装包上传到你的服务器上面。上传完成之后，我们连接到 VPS 服务器，然后切换到 root 用户。如果你本身就是 root 用户，登录就不用切换了。我切换 root 用户是为了方便执行命令，不会有权限的问题。接下来通过按键命令解压一下安装包，干 D 参数指定解压的路径。解压完成之后，我们进入到这个解压目录下面。然后我们通过 chmod 命令添加个可执行权限给这个 X-Ray 可执行文件。然后接下来我们通过 touch 命令创建一个空的 config.json 配置文件。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X-Ray -H。接下来我们通过 X-Ray 提供的 UUID 子命令生成一个 UUID，
输出到 UUID 的文件里面去，等一下需要用到。然后接下来通过 execute 的子命令 x225519 输出一个证书密钥，同样输出到 key 的这个文件里面去，这里面就会生成一个 UUID 的文件以及 key 的这个文件了。等一下我们需要用到。接下来需要拷贝一个配置模板进来，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在我的博客的笔记里面。上面是服务端的配置，下面是客户端的配置。上面这些其他的一些配置，我在之前的视频教程已经和大家讲过了，今天就不重复讲了。如果你不了解里面的一些参数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或是看一下我博客的这个笔记，上面都有详细一个注释的一个讲解。把这个服务端的配置拷贝下来，然后回到终端，我这里新建一个窗口，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把它粘贴进来。这里 UUID 我们需要替换一下，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生成的这个 UUID 文件，把它拷贝下来。然后替换，然后下面这里我使用的是 H2 的这个传输协议，所以我上面这个留空模块我是留空的。下面这个DST 这个目标网站我是随便找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旅游网站，因为我这台服务器的 IP 是在香港的。然后下面这个servernet 的话，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在这个证书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证书支持的一些域名，从这里就可以找到了。然后我们这里需要替换一下这个私钥，同样在这里查看一下我们刚才生成这个 key 这个文件，把这个私钥拷贝下来，粘贴进去。下面的 source ID 我是随便写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填写就好了。然后其他就不用修改了，保存退出。然后我们就可以运行在X-Ray了。它默认是在当前这个可执行文件的目录下找一个 config.json 这个配置文件的，所以我们这里就不用指定这个配置文件都可以，直接运行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报错的话，就代表我们已经运行成功。接下来部署客户端，首先解压一下安装包，然后拷贝这个路径，打开个终端，进入到这个解压目录下面，通过 chmod 命令添加一个可执行权限给这个 X-Ray 可执行文件，然后通过 task 命令创建一个 config.json 空的配置文件，然后接下来把这个配置模板拷贝下来。这里的服务器 IP 我们改成自己 VPS 服务器的 IP， 通过 IPAS 命令查看一下服务器的 IP， 这个443端口不用改。然后 UUID 的话，同样是我们刚才生成这个 UUID， 查看一下 UUID 这个文件，把它拷贝下来，粘贴过去。然后这里的分流模块跟服务端要保持一致，我服务端是没有指定这个 STL Vision 的，因为我这里使用的是 H2 这个底层网络传输。然后接下来这个servernet的话，我们需要改一下。这里
以查看一下这里的配置文件。我们应该从这个设问类这个列表里面其中选一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还需要拷贝个公钥出来。我先把这个 shop ID 也填一下。我这里指定了1、2、3、4、5、6、7、8个 shop ID， 这里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它的目的只是用来区分这个客户端。先把这个改一下，然后查看一下这个 key 这个文件，我们刚才生成这个文件，把这个公钥拷贝下来，把它粘贴过来，其他就不用改了，可以保存退出。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这个客户端，这里同样默认是从当前的路径找 config.json 文件，所以我们不用指定配置文件也可以。这里报错了，我们查看一下，这里打错了。重新保存退出一下，再来运行一下。如果这里没有报错的话，就代表我们已经运行成功了。这里监听了一个1080和1081端口，1080是 HTTP，1081是一个 SOAP。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系统代理，去测试一下。我先把我的路由器的网关改一下，避免软路由的一个干扰。然后点击高级，点开代理，我们这里就使用这个 SOAP 代理，勾选一下，然后填一下本地的一个回源地址 IP， 端口是1081，然后应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它这里已经输出了日志。我们打开谷歌，可以看到现在是能够正常访问的。查看一下 IP。应该跟我的服务端的 IP 是一致的。再来打开一个其他的网站去看一下，可以看到是没有问题的。它这里比较慢，是因为我这个服务器带宽只有。Hello， 大家好，我是要等，我就今天加载的比较慢。不过我们的代理已经是能够正常联通了。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服务端断开，它这里就会连接不上了。最后讲一下，如果你需要 SNI 分流来复用443端口的话，你可以使用 Entrance 或是其他反向代理服务器来处理，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内容已经全部讲完。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订阅一下频道，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